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爱情故事，说的是上海白领和台湾水电工的网恋奇缘。这个故事绝对让你们惊掉下巴，简直是现实版的流星花园啊！不过这次不是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，而是精英女强人爱上了实在的台湾水电工小哥哥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宋雨桐，今年28岁，是上海一家外企的高级策划经理，每个月税后薪水小3万，在魔都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白领了。雨桐长得水灵灵的，身高1.65米，皮肤白皙，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雨桐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从上海重点高中到复旦大学，再到英国留学深造，回国后直接空降外企中层，那叫一个前途无量啊！按理说，这样的女孩子找对象肯定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，奈何雨桐眼光高，身边的追求者不是太娘就是太油腻，要么就是工作起来不见人影，这可愁坏了她的父母。雨桐啊，你都28了，再不找对象，市场上就只剩二手的了。雨桐妈妈常常这样念叨她，雨桐爸爸则更直接，你这个年纪，条件又这么好，怎么也得找个博士以上学历，年薪100万的精英才般配啊！被父母唠叨的实在受不了，雨桐只好答应参加亲戚介绍的相亲，可惜几次相亲下来，不是对方太自恋，就是太功利。雨桐觉得这些所谓的精英男们可能工作能力不错，但情商堪忧啊，整个人都散发着我很优秀，你应该嫁给我的气场，搞得雨桐一点恋爱的心思都没有。就在雨桐对爱情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一个旅游摄影社区网站上认识了我们的男主角林大为。当时雨桐正在浏览台湾的旅游照片，被一组日月潭的晨雾照片深深吸引，照片构图精妙，色调温暖，仿佛能透过屏幕感受到台湾清晨的宁静与美好。雨桐忍不住留言称赞，没想到很快收到了照片主人的回复，谢谢你的喜欢，这是我清晨5点爬起来等了2个小时才拍到的，很高兴能和大陆的朋友分享台湾的美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网上的交流，起初只是聊聊摄影和旅游，慢慢的话题越来越广泛，从美食到文化，从工作到人生。雨桐发现林大为虽然是个水电工，但知识面很广，思想很独立，谈吐不俗，而且特别真诚，完全没有他之前相亲对象那种浮夸做作的感觉。你能相信吗？他居然是个水电工。不过他的见识和思想深度一点也不输我那些所谓的精英同事呢。雨桐跟闺蜜分享时一脸兴奋，闺蜜却表示担忧，水电工，认真的吗？雨桐，你可是上海白领啊，爸妈知道了不得炸锅。雨桐叹了口气，我也知道门不当户不对，但他真的很特别。我已经28岁了，可能是时候放下那些条条框框了吧。随着聊天的深入，雨桐对林大为的好感与日俱增。2个月后，林大为提出想视频聊天，雨桐有些紧张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当屏幕上出现一个阳光帅气、皮肤小麦色的男生时，雨桐的心跳加速了。林大为的样子完全符合他的审美，比他想象中还要阳光健康。视频聊天中，林大为的台湾腔让雨桐觉得特别可爱。我是屏东人啦，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所以普通话可能不太标准，希望你不会嫌弃。完全不会啦，我反而觉得你的口音很好听呢。雨桐笑着回应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网恋正式开始了。每天下班后，视频聊天成了雨桐最期待的事情。相比起雨桐曾经相过亲的那些精英男，林大为虽然只是个水电工，学历也只有高职，但他身上有着让雨桐着迷的特质，踏实、真诚、有担当，而且幽默风趣，总能逗得雨桐开怀大笑。雨桐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只是个修水电的，但是我很努力的。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工作室了，带着2个徒弟，生意还挺不错的。林大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我觉得你很棒啊，能靠自己的双手创业，这比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厉害多了。雨桐真心实意地鼓励道。网恋3个月后，林大为提出想来上海见雨桐，虽然我们每天视频，但我还是想亲眼见见你，可以吗？雨桐既期待又紧张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当然可以啊，正好我可以带你逛逛上海。
然而，当雨桐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，家里炸开了锅。什么？台湾水电工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雨桐爸爸气得直拍桌子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这样，你却要找个修水管的。妈妈不是反对台湾人，但起码也得门当户对啊。你表姐夫不也是台湾人吗？人家好歹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啊。雨桐妈妈一脸恨铁不成钢。你们别这样好不好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看职业高低？再说了，人家在台湾有自己的工作室，是老板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打工仔。雨桐据理力争，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，还不是个修水管的。雨桐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那些台湾男人可精明了，专门骗大陆姑娘。爸爸的话让雨桐很生气。爸，你这是地域歧视。我和大为视频这么久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。你清楚个屁！网上那些照片视频能信？万一是个40-50岁的油腻大叔呢？争吵最终以雨桐夺门而出告终。回到自己的公寓，雨桐和林大为视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。大为，我爸妈他们不理解我们，别哭，雨桐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也担心过这个问题。林大为叹了口气，要不这样，我还是先去上海见你吧，等见了面再说。1周后，林大为如约而至。当雨桐在浦东机场看到风尘仆仆却依然阳光帅气的他时，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了。林大为比视频里还要高大挺拔，穿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背着一个朴素的双肩包，手里却捧着一大束鲜花。雨桐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林大为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台湾腔更加明显了。这是我特地从台北的花市买的，坐飞机前用保鲜纸包好的。谢谢你，大为。雨桐接过花，心里甜蜜蜜的。你比视频里还要帅。哪有啦，是你比视频里更漂亮。林大为不好意思的挠挠头。林大为在上海停留了1周，这1周他们去了外滩、城隍庙、迪士尼，还去了雨桐的母校复旦大学。林大为处处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见识也很广，完全不像雨桐父母想象的那种粗鄙莽夫。雨桐，你父母真的不愿意见我吗？临走前，林大为有些遗憾地问：“对不起，大为，我爸妈他们思想比较传统，雨桐很内疚。没关系的，我理解。”林大为笑了笑，不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，我虽然是个水电工，但我一定能给你幸福。林大为回台湾后，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了。3个月后，林大为再次来到上海，这次他带着一枚戒指，在东方明珠下向雨桐求婚了。雨桐，我知道我可能配不上你，但我爱你，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，嫁给我好吗？我愿意。大为，我愿意。雨桐激动的落泪，毫不犹豫的答应了。当雨桐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，家里再次炸开了锅。你疯了吗？才见几次面就要结婚？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爸妈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。雨桐红着眼睛说：“我爱大为，我相信他会给我幸福的。”幸福？你觉得跟着一个水电工能有什么幸福？住台湾乡下，天天吃土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妈妈气得浑身发抖。妈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社会很发达的，不是你想象中那样。而且大为虽然是水电工，但他有自己的事业，他很优秀。优秀？就凭他那点工资，在台北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你去了台湾能住哪儿？你想过没有？爸爸质问道。大为在高雄有房子，是他自己装修的，很漂亮的。雨桐据理力争，呵，自己装修的，那不就是违建吗？你要我们上海雨桐小姐去住违建？妈妈讽刺道。争吵最终以雨桐摔门而出告终。那天晚上，雨桐哭着给林大为打电话，说自己要和父母断绝关系，也要嫁给他。雨桐，别这样。林大为安慰他，我理解伯父伯母的担忧。其实啊，我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，等下个月我再去上海，我们一起去见你爸妈，好吗？还能有什么用？他们根本看不起你。雨桐抽泣道。总要试试嘛，相信我会有转机的。林大为神秘地笑了。1个月后，林大为如约而至。这次他特意穿了一身得体的西装，还带了台湾的特产和礼物。雨桐鼓足勇气，再次带他去见父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见面比想象中顺利。虽然父母依然不太热情，但至少愿意坐下来好好聊聊了。伯父伯母好，很高兴终于见到您2位。
林大为彬彬有礼的鞠躬，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中还带着可爱的台湾腔。雨桐爸爸冷冷地应了一声。林先生，我就直说了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月收入多少？在台湾有什么资产？雨桐妈妈开门见山地问。妈，雨桐有些尴尬。没关系的，雨桐。林大为笑了笑。伯母，我是做水电工程的，在高雄有自己的工作室，目前有7个员工，月收入平均在台币15万左右，折合人民币大概3万5千元。资产方面，我在高雄有2套房产，一套是自住的，另一套是投资用的，还有一些股票和基金投资。雨桐父母明显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这个水电工居然有这样的家底。哦，2套房产，高雄的房子很贵吧？爸爸半信半疑地问。还好，没有台北那么夸张，不过我买的时候用了点小聪明，赶上政府的优惠政策，所以价格还算合理。林大为谦虚地说。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妈妈继续追问。我父亲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，现在退休了。母亲是小学老师，也退休了。他们现在住在屏东老家，有时候会来高雄和我住一段时间。原来是教师家庭啊。妈妈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接下来的谈话中，林大为的真诚和稳重给雨桐父母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水电工一步步创建自己的工作室，如何抓住机会投资房产，还有对未来的规划。伯父伯母，我知道你们担心雨桐嫁到台湾会生活不好，但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会用我的一切去爱她，保护她。虽然我的工作可能在你们眼里并不光鲜，但在台湾，技术人员是很受尊重的，收入也相当稳定。临走时，林大为留下了一个厚厚的文件袋。伯父伯母，这里是我的房产证明、公司营业执照和近3年的财务报表，还有我的个人征信报告，您们可以看看，相信比听我说更有说服力。这一招确实管用。当天晚上，雨桐接到妈妈的电话，语气已经完全不同了。雨桐啊，这个林大为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靠谱一些，不过妈妈还是有顾虑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嫁到台湾以后见面就不方便了吗？我想好了，大为人很好，我相信他会对我好的。而且现在两岸交通这么方便，我可以经常回来看你们啊。随你吧，不过结婚的事还是再等等看吧。虽然父母的态度有所软化，但依然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。然而，雨桐和林大为已经下定决心，开始筹备婚礼了。我们先在台湾办一场，再在上海办一场，好不好？林大为提议道。不过我爸妈可能不会来参加。雨桐有些难过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准备着，说不定到时候他们会改变主意呢。林大为的乐观感染了雨桐，两人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。同时，林大为也开始着手处理雨桐去台湾定居的相关手续。就在婚礼前1个月，雨桐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电话。上海一家知名设计公司看中了他的作品集，邀请他去台湾分公司担任创意总监，年薪比他现在还高。天啊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雨桐激动地告诉林大为这个好消息。太棒了，我就说吧，好事总是会接二连三的。林大为也为他高兴，有了这份工作，雨桐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了。他再次尝试说服父母参加婚礼，但父母依然态度坚决，我们不会去的。你要嫁给一个台湾水电工，我们丢不起这个人。爸妈，你们太过分了。大为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和诚意，你们为什么还是这么固执？你觉得我们固执？好，你去吧，但别指望我们会祝福你们。就这样，在父母的反对声中，雨桐和林大为的婚礼如期举行了。台湾婚礼上，林大为的家人都很热情地欢迎雨桐，尤其是林大为的妈妈，对这个大陆媳妇疼爱有加。雨桐啊，我们大为从小就很独立负责，现在能娶到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我们全家都很开心，以后你就是我们林家的女儿了。婚礼很温馨，虽然没有雨桐父母的祝福，但林大为全家人的热情多少弥补了这个遗憾。婚礼后，两人直接去了马尔代夫度蜜月，这是林大为特意为雨桐准备的惊喜。大为，你太宠我了，这次旅行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躺在海边的躺椅上，雨桐有些心疼地问：傻瓜，钱是用来花的吗？能和你一起享受这样的美景，花再多钱也值得。
林大为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头。蜜月归来，两人正式开始了在台湾的新生活。雨桐去新公司报道，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。让她惊讶的是，台湾的工作氛围比上海轻松多了，同事们都很友善，没有那种明争暗斗的职场勾心斗角。而林大为的工作室也越做越大，接的都是高端小区和豪宅的水电工程，利润相当可观。两人的生活质量比雨桐在上海时还要好，这让他不禁感叹，原来台湾社会真的很发达啊，完全不是爸妈想象中那样。结婚3个月后，雨桐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雨桐啊，你在台湾还适应吗？妈，我很好啊，工作顺利，大为对我也特别好。雨桐高兴地分享着自己的新生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。要不你和林大为国庆节回来看看我们？你爸其实他很想你。雨桐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好，我们一定回去。国庆节，雨桐和林大为回到了上海。让雨桐没想到的是，爸妈不仅在机场接他们，还在家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爸妈，你们这是？雨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女儿啊，爸妈错了。爸爸罕见地红了眼眶。这段时间我们想了很多，也了解了很多关于台湾的情况。原来我们对台湾的印象真的太片面了。是啊，雨桐，妈妈向你道歉。妈妈拉着雨桐的手，又看了看林大为。女婿，谢谢你对我们女儿的好，我们真的看在眼里了。伯父伯母客气了，雨桐是我的爱人，我疼她是应该的。林大为真诚地说。饭桌上，雨桐才知道，原来父母这段时间一直在偷偷了解台湾的情况，甚至还专门请教了有台湾亲戚的朋友。当他们了解到台湾的水电工其实是很体面的职业，收入也相当可观时，再加上看到雨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幸福生活，他们的态度才渐渐软化了。对了，爸妈，我们给你们带了礼物。雨桐兴奋地说，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盒子里是一套台湾特色的茶具和高山茶，还有一些台湾的特产零食。爸妈收到礼物非常开心，特别是那套茶具，爸爸爱不释手。大为，听说你们台湾人很懂茶道，爸爸好奇地问。还好啦，我爷爷以前就很喜欢喝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多少懂一点。林大为谦虚地回答，然后熟练地为大家泡起了台湾高山茶。他那种专注而优雅的动作，让雨桐父母眼前一亮，这个水电工居然还懂得品茶。晚饭后，林大为主动提出帮忙收拾餐具，还顺手修好了家里坏了很久的水龙头。他那麻利的动作和专业的手法，让雨桐爸爸看得连连点头。大为啊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爸爸由衷地称赞道。伯父过奖了，这是基本功。林大为笑着说。对了，伯父伯母，我还有个小惊喜要告诉你们。林大为神秘地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递给了雨桐父母。这是我们在上海买的一套房子的钥匙和房产证，就在你们小区旁边。以后我们回上海就有自己的家了，也方便经常来看您二位。什么？雨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大为，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林大为笑着说，我知道你一直担心以后回上海探亲不方便，所以就趁着这几个月偷偷安排了。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伯父伯母可以随时去看看。雨桐爸妈打开文件袋，看到里面崭新的房产证和一串钥匙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这是真的吗？爸爸颤抖着问。当然是真的，伯父伯母，我知道你们一直担心雨桐嫁给我会受委屈，我想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林大为虽然只是个水电工，但我有能力也有决心给雨桐最好的生活。那一刻，雨桐爸妈彻底被折服了。原来这个台湾水电工不仅人品好，而且确实有实力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职业和收入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价值，更重要的是那份责任感和担当。从那天起，雨桐父母对林大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简直比亲儿子还亲。尤其是雨桐爸爸，一有机会就向亲友炫耀自己的台湾女婿多么能干，多么体贴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女婿在台湾是顶级水电工程师呢，那边可不像咱们这儿，技术工人特别吃香的，年收入比那些坐办公室的还高呢。爸爸在小区下棋时，逮着机会就要吹嘘一番。雨桐妈妈也从当初的极力反对，变成了林大为的头号粉丝，逢人便说我女婿人品好又顾家，
最重要的是对我女儿宠上天啊，哪像你们家那谁谁，表面光鲜，私底下冷暴力。这场婆媳大战居然以妈妈全方位护犊子般维护女婿而告终，简直太狗血了。雨桐每次听到这些都忍不住在心里暗笑，果然是人设崩塌，真香定律。国庆假期结束后，雨桐和林大为回到了台湾。临行前，雨桐妈妈塞给雨桐一个红包。妈，这是干嘛呀？雨桐疑惑地问。傻孩子，这是妈妈的一点心意。妈妈神秘地眨眨眼，赶紧要个小宝宝吧，我和你爸想当外公外婆了。妈，雨桐脸一下子红了，但心里却美滋滋的，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完全认可和祝福。回到台湾后，雨桐和林大为的生活更加甜蜜。林大为的工作室生意越来越好，甚至接到了几个高端酒店的水电工程项目。雨桐在设计公司也崭露头角，他融合了大陆和台湾的设计元素，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作品，深受客户喜爱。工作之余，两人经常骑着摩托车环岛旅行。林大为带着雨桐领略台湾的美景，从垦丁的碧海蓝天到阿里山的云海日出，从九份的怀旧老街到花莲的太鲁阁峡谷，每一处风景都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。大为，我真的好庆幸当初坚持下来了。在花莲的海边，雨桐靠在林大为肩上感慨道，如果听了爸妈的话，现在可能正和某个所谓的精英男吃着没有灵魂的西餐，谈着无聊的社交话题吧。哎呀，我才是捡到宝了，好不好？林大为宠溺地刮了一下雨桐的鼻子，堂堂上海白富美，放着那么多条件好的对象不选，偏偏看上我这个修水管的，我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什么白富美啦？你再乱说，我就跟那些客户说，他们心目中的林大师其实是个超级肉麻的人。雨桐佯装生气地威胁道，哇，好可怕哦，那我只好这样让你闭嘴了。林大为说着，低头吻住了雨桐，海风轻拂，浪花亲吻沙滩，这一刻宛如电影画面般浪漫。婚后第2年，雨桐怀孕了。林大为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，当天就请了工作室的所有员工吃大餐，还给每人发了红包。怀孕期间，林大为更是把雨桐照顾得无微不至，饮食起居全部亲力亲为，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，生怕吵醒了他。大为，我是怀孕了，不是得了绝症，你别这么紧张啦。雨桐哭笑不得地说，不行不行，医生说了，孕妇心情要愉快，不能有压力，所有家务都我来。林大为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可是要当爸爸的人了，必须负责任。雨桐被他认真的样子逗笑了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生活中的林大为不是什么霸道总裁、高富帅，但他的体贴和责任感远比那些浮夸的甜言蜜语珍贵得多。怀孕7个月时，雨桐和林大为回上海探亲。这次，雨桐爸妈早早就在自家楼下等候，一见到女儿和女婿就热情地迎上去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子，外公想死你了。爸爸二话不说就摸上了雨桐的肚子，爸，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。雨桐哭笑不得，男女都好，都是我的心肝宝贝。爸爸难得的感性起来，大为啊，你辛苦了，把我女儿照顾得这么好，伯父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林大为谦虚地说，这次回上海，他们住进了林大为买的那套新房子。房子虽然不大，但装修的温馨舒适，处处体现着林大为的用心。卫生间的扶手、防滑垫、厨房的排烟系统，甚至连电源插座的高度都是专门为孕妇设计的。天啊，大卫，你太细心了吧！雨桐感动得直掉眼泪，这些我都没想到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专业的啊！林大为得意地说，水电工不只是修修补补，我们懂得如何让家变得更安全、更舒适。在上海待了2周后，雨桐爸妈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们。临行前，爸爸塞给林大为一个厚厚的信封。爸，这是？雨桐好奇地问。给我外孙准备的见面礼。爸爸笑呵呵地说，大为啊，买点好的婴儿用品，不要委屈了孩子。太客气了，伯父。林大为有些不好意思，叫什么伯父，该改口了。爸爸拍拍林大为的肩膀，眼中满是认可和信任。回到台湾后不久，雨桐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林宇泽，寓意如雨后甘霖滋润万物，似长江责备天下。林大为抱着小生命，激动得老泪纵横。
他亲吻着儿子的小脸蛋，又深情地看着脸色苍白却依然美丽的雨桐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雨桐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棒的礼物。林大为哽咽着说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。傻瓜，我才要谢谢你呢。雨桐虚弱地笑了笑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对方的职业和收入，而在于彼此的理解和包容。这就是上海白领和台湾水电工的爱情童话，平凡却真实，普通却感人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，爱情的本质从来都不是门当户对，而是彼此珍惜与共同成长。真爱不问出处，真情不论职业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就像雨桐和林大为一样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